核爆炸後，整個城市被炸成了一朵蘑菇雲。末日接踵到來，核輻射讓人變成喪屍，他們不懼輻射，卻以人類血肉為食，甚至他們還會互相踩着疊起來，爬到樓上，撞碎玻璃，衝進我家。瞬間，我被喪屍咬得四分五裂。重生後，我猛地從床上彈坐起來，手死死地捂着脖子，卻不見有鮮血。但是被喪屍啃食的劇痛，卻讓我大口地喘着氣，冷汗浸透了衣服。臥室還是我的臥室，書桌上甚至還擺着研究生考試倒計時日曆，距離那場改變一切的核爆炸還有7天。窗外卻風平浪靜。爸媽，小雨，我光腳衝出房間，挨個推開每扇門，空的，全都空着。餐桌上擺着涼透的粥和鹹菜，我的心開始往下沉，摸出手機，手指抖得厲害，試了3次才解鎖。通訊錄裡老爸2個字，刺得我眼睛冒淚花。電話響了5聲才被接通。喂，小遠啊，怎麼了？老爸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，有些喘，背景音裡是呼啸的風聲。我的眼淚湧了出來，哽咽堵在喉嚨裡，我張着嘴說不出完整的話，只有抽泣。老爸的聲音一下子繃緊了。小遠，說話，出啥事兒了？爸，你們在哪兒？我終於擠出字，聲音抖得不像話。電話那頭沉默了2秒。馬上到家，10分鐘，你哪也別去，就在家等我們。老爸的声音突然變得很穩。電話掛了之後，我握着發燙的手機，慢慢滑坐到地上。上一世最後的畫面還在眼前閃回。地洞被撬開，趙瘸子那夥人獰笑着把我們的物資往外搬。老媽跪下來求他們留點吃的，卻被一腳踹開。眼看喪屍圍住了我家，我們全家人跑到樓上，結果外面的喪屍竟然會疊羅漢，直接爬到了高樓。被喪屍啃食的剧痛歷歷在目。突然，剎車聲在院門外響起，我爬起來衝到窗邊，就看見了一輛我從未見過的灰色房車。副駕駛門打開，妹妹小雨跳了下來，扎着馬尾辮，臉上沒有18歲的稚嫩。她警惕地掃了一圈，迅速拉開院門，讓房車駛入，隨即反手關上大門，還上了鎖，動作熟練，簡直像訓練過一樣。駕駛座車門打開，老爸走下來，他仍然穿着那件洗得發白的衣服，袖口還沾着污漬。他繞開車頭，拉開後座門，老媽從裡面下來，手裡緊緊抓這個鼓囊囊的編織袋。他們3人站在一起，目光同時看向我。我推開大門衝了出去，陽光刺眼，但我眼裡只有他們3個活生生完整的人。我撲進他們中間，手臂胡亂地抱住眼前的人，老爸、老媽還有小雨，眼淚已經糊了滿臉。沒事了，没事了。老媽紅了眼眶，拍着我的背，我回來了啊，小遠，我們都回來了。小雨把臉埋在我肩頭，悶悶地說：姐，你勒得太緊了。老爸的大手在我頭頂重重地揉了2下。走，咱們進屋说。我們一家人擠進客廳，窗簾被小雨迅速拉上，房間暗下来。我還在抽泣，抹了一把臉，看着他們3人在昏暗中異常嚴肅的臉，好不對勁。他們太平靜了，看到我崩潰的大哭，竟然沒有問怎麼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讓自己直起身體。爸媽，小雨，接下來我要說的話，你們可能會覺得我瘋了，但請一定要相信我。7天後會有核爆炸，不是普通的爆炸，帶來的輻射和病毒會讓死去的人變成喪屍，世界會亂套，很多人會死。咱們家的地洞，爺爺留下去的那個，會成為我們活下去唯一的希望。可是上一世，我們被趙瘸子那夥人给……我的話突然停住，老爸抬起手，老媽的眼眶更紅，她走過來握着我冰冷的手。小雨站在我旁邊，輕輕地扯着我的袖子，聲音很低：姐，我們也重生了。什麼？我愣住了，大腦一片空白。老爸走到爺爺的遗像前，背對着我們，聲音沙啞：我比你早1個星期醒來，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咱家那輛舊皮卡賣了，加錢換了这輛2手房車，省油結實，輪胎是防扎的，而且我的力氣變得很大。重生後，我發現自己力大無窮。說着，老爸轉身走到客廳角落的實木碗櫃旁，碗櫃非常重，以往需要他和老媽一同使勁才能勉强挪動。只見老爸走過去，單手抓住碗櫃邊緣，他手臂上的肌肉微微隆起，毫不費力地舉起來。我睜大了眼，屏住呼吸。老爸輕鬆地把碗櫃放回原處，拍了拍胳膊：上一世我是被趙瘸子那夥人活活打死的，他們搶東西，我攔了一下。這輩子我力氣大了很多，或許是老天爺給的補償。我驚訝地說不出話。這時，老媽鬆開我的手，打開她一直攥着編織袋，裡面不是我想象中的蔬菜和日用品，而是抗生素、碘片、紗布、壓縮餅乾，還有2把用油紙包着的寒光閃閃的長刀。我這禮拜跑了幾家藥店，幾個超市，
還從外地寄了些東西，你爸不讓告訴你，怕你承受不住。老媽伸手，只见一股子细流从她指尖冒出来。我醒来後總是夢見水，上一世你爸沒了，我就帶着小雨逃，最後沒路可退，前面就是斷橋，後面是那幫喪屍，我跳了下去。等我醒來，我發現我手指能變出水來。說罢，他拿起桌子上的空玻璃杯，他凝視着，一股细流从他指尖引入水杯中。我目瞪口呆。媽，你這是？老媽比老爸還誇張，更令我吃驚的還是妹妹。小雨则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，展開，上面用鉛筆歪歪扭扭畫着地洞的結構圖，但多了很多標注，哪裡需要加固，哪裡要設陷阱，哪裡藏物資最安全。我每天都做噩夢，夢見喪屍打開地洞的門，夢見我們餓得走不動，夢見我們沒有跑掉，所以我把這些都記下來了。醒來3天後，我發現我身體有了奇怪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我看着小雨，只见小雨以指尖為中心，向上一點，她的指尖順着胳膊竟然長出了綠色的藤蔓，在藤蔓的頂端還有幾片綠葉。我好像能讓種子存活下來，我會種地了。上一世我餓得走不動了，被喪屍，這一世我不想再餓肚子了。我看着老爸老媽還有小雨，徹底懵了，他們沒有在開玩笑嚴肅的神情，讓我想起上一世老爸轉身引開喪屍，老媽用身體抵住門，最後小雨被喪屍拖走。你們都記得？記得，你爸死在我面前，記得小雨被拖走，記得你。他說不下去，別過臉。所以我們還有7天。重生後全家人都發生變異，老媽召喚水，妹妹隨時播種耕種，老爸擁有上萬人的力量。他們都回來了，他們還帶着超乎尋常的能力。不是，6天半，我醒來那天就開始準備了。房車是第一步，地洞逐步開始加固。我買了水泥和鋼筋，今晚就能把牆再糊一層，還有通風口。小雨用藤蔓偽裝了。水源也是大問題，地洞那口老井出水不穩，我訂購了20個大型儲水桶，明天就能送到。還有淨水片，我買了足夠5年的量。我的異能救命，但是我們想要生活得好，必須囤水。食物清單我也列好了。小雨把手裡的紙反過來，背後是密密麻麻的字：熱量優先，耐儲存，另外還得有種子。咱們必須要有再生食物的來源，種子越多越好，越雜越好。我想要試試能不能在洞裡種點什麼。小雨擁有植物系異能，它是生存的希望。他們一句句說着，顯然比我早重生的1禮拜。他們沒有浪費1分1秒。而我能做些什麼？你活着就是最重要的事。老爸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上一世我是第一個死的，為了保護嚇傻的我，老媽延誤了逃跑時機。小雨為了拉我被絆倒，我是最弱的一個，也是拖後腿的一個。我能做什麼？我要變得有用。我搖頭，指甲扣着掌心。可我什麼也沒有。和老爸、老媽還有小雨比起來，我就像是個廢物，和上一世一樣。小遠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老媽摟着我的肩膀，她試圖安慰我。我看向客廳沙發上的帆布包，要是能把物資都存進身體裡就好了。然而下一刻，我震驚地睜大了眼。就在我这念頭剛升起，那只帆布包突然消失了。哎，全家人愣住，我的心狂跳。那只帆布包好像存在了我的识海。等一下，出来！我心裡默念。帆布包又出現在原來的位置，仿佛剛才只是被人施了障眼法。我從老媽懷裡掙扎出來。我再試試。我努力描述着微妙的感覺，集中精神，再次嘗試。我看着茶几上的蘋果，蘋果瞬間消失，我的意識進入了一個空空蕩蕩的地方。蘋果在這片黑土地上，我撿起蘋果，心念一動，蘋果再次回到了茶几上。姐，是你做的嗎？是不是空間？小雨激動道：我看過末日小說，有的人有空間。姐，你的是不是？小雨晃動着我的肩膀，我迷迷糊糊的搖頭。好像是，裡面空蕩蕩的，還有一片黑土地，還有一層層霧氣，看不清楚。肯定是。姐，這個太有用了，這樣我們就能大大囤貨了。老媽和老爸也是欣喜非常。小遠別着急，剛獲得異能，肯定不熟練。這幾天你要好好和身體相處，肯定能順利使用異能。老爸拍拍我的肩膀，我點點頭，心裡多了一份信心，我也有用。6天半，時間緊迫，我們要抓緊時間。老媽和老爸宣布。小遠，你先和我們一塊兒去看看防空地洞吧。我點點頭。上一世我們是在核爆發生3天後才躲進防空洞，那個時候防空洞只是勉強能容身的避難所，裡面雖然存了很多糧食，可是潮濕陰暗，那些糧食也不能一直維持我們的生存。可現在我跟着老爸、老媽還有小雨，
來到後院那個被荒草遮掩的入口，心跳得很快。老爸彎腰撥開偽裝成草皮的木板，露出一道厚重的金屬門。3層鋼板，中間加了防火防爆材料，能扛住一般的爆炸和撞擊。這道金屬門明顯是老爸新換的，上面的塑料膜還沒被撕掉。這扇門是我特意找人定的。老爸轉動密碼鎖，驕傲地說：“密碼只有咱們4個人知道。”他說的極小聲，我聽着咔嗒一聲，門開了，裡面混合着泥土和水泥的味道。打開金屬門，就是鐵質樓梯，沿着樓梯往下走。我發現地洞的牆已經全部重新裝修過，粉刷過，牆邊甚至新裝了 LED 燈帶，發出柔和的白光。整個階梯也打磨過了，還加裝了防滑條和扶手。這都是上周弄的。老爸一邊走一邊介紹，他的聲音在地洞裡回盪。我白天幹活，晚上就來這裡加固。你媽和小雨跟着打下手。把這些材料弄來不簡單吧？你一個人能搬得动啊？老爸头上已經有了斑駁的白髮，他格外辛苦，我難免心疼。老爸回頭衝着我笑了笑，他將工裝捲起來，手臂肌肉隆起。我不是說了嗎？力氣變大了，以前1袋水泥2個人抬，我現在1只手能抬2袋。說着，他就要給我展示，我連忙拒絕。通道的盡頭很開闊，我記憶中這個地洞確實不小，可這一次重生回來，仔細觀察之後，才發現這個地洞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了，是不規則的橢圓形，最高處有3米多，面積差不多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。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用水泥重新抹過，表面很平整，粗壯的鋼筋支撐起了地洞的結構，連接處焊得嚴嚴實實，一看就是老爸的手藝。這個鋼筋是我從舊廠房淘來的。老爸指着那些支柱，這每一根都重新焊接加固過了，牆也加厚了，最薄的地方也有30公分，就算上面房子塌了，這裡也能撐得住。老爸，你們說的通風系統在哪兒？我環顧四周，看到角落裡有幾個管道口。這邊。妹妹小雨拉着我走向角落，我設計了3個通風口，都做了偽裝。我看着綠色的藤蔓遮掩在通風口外面，像是本身就長在這裡的植物。這下子就算是有人走過來，也看不出來這裡有什麼東西了。小雨跟我介紹，這3個通風口，一個通往了後院的菜地，一個通往老槐樹底下，還有一個在柴垛旁邊。每個口子都加了濾網和活性炭層，能過濾灰塵和有害的氣體。還有這些藤蔓生長在周圍，不僅能偽裝，還能提供氧氣。說這話時，他刻意壓低了聲音。我驚訝地看向他，小雨才18歲，以前是個毛毛躁躁的姑娘，我沒想到她會考慮得這麼周全。老媽走過來，指着地洞的另一側，看看那邊，讓你爸隔出了2個私密空間。確實，地洞中央拉起了一道厚實的隔簾，將空間一分為2。簾子這邊放着2張簡易床、1張書桌，還有幾個收納箱。你和小雨睡這邊，我和你爸睡簾子另一邊，一家人是一家人，可也得有點隱私空間啊。我微微一笑，老媽還是這麼細心。這還不算完，老媽指着另一側看，那頭是簡易的衛生間。我走過去看，這是一個用防水布圍起來的小隔間，裡面放了幾個大桶，桶邊堆着成袋的貓砂。外面要是不能去，咱們就只能在這排泄，排泄物用貓砂覆蓋，最大程度減少異味和細菌。老媽解釋，這些貓砂我買了足夠用2年的量，定期密封處理，等安全的時候想辦法運出去，沒問題。這一周，老爸、老媽還有小雨，他們準備的已經很全了。我好奇，這地洞到底咋來的？是爺爺留下來的吧？老爸走到地洞中央，仰頭看着頭頂的鋼筋水泥。這地洞歷史可長了，你爺爺說了，這最初是抗戰時期的防空洞，建得很隱蔽，當時的鬼子都沒發現。後來抗戰結束，就荒廢了幾十年，直到你爺爺那輩重新發現了。他那時候日子苦，這裡冬暖夏涼，你爺爺甚至在這裡住過一段時間，最後就傳給了我。老爸深吸一口氣，我年輕的時候把它當倉庫，後來改造成地窖，種過蘑菇，存過冬菜。你記不記得你小時候和小雨在這兒玩捉迷藏？我點頭，模糊的記憶浮現在腦海。小時候在昏暗的煤油燈下，我和小雨就在這地洞裡追逐打鬧。沒想到這兒會成為咱們保命的地方。老媽的聲音有些沙啞。我轉過頭看向地洞另一側，那裡竟然開闢了一塊小田地，土壤還被仔細地翻整過，分成了整齊的幾塊。嫩綠色的芽從土裡冒出來，在 LED 燈帶的照射下顯得生機勃勃的。這些是什麼呀？我走過去，小白菜、菠菜、蘿蔔。小雨跟在我身後，她驕傲的不行。我種了一些速生蔬菜，用我的能力，它們長得比正常情況下要快3倍。我摸了摸小雨的頭，小雨這植物系的異能實在有用。只看見小雨蹲下身，她的手指輕輕地撫摸過這些嫩綠色的芽，那些嫩芽就又長高了一點。我的異能不只是讓植物長得快，還能增強它們的抗爭性。
末日來臨，外面輻射強，氣溫也會異常，這些植物必須具備在末日生存的能力。小雨，有你，我們這一世肯定能吃飽。水源呢？我問。老媽領着我走到了地洞最裡面的角落，那裡整齊擺放着10個巨大的藍色儲水桶，每個都有成年人那麼高，這每個桶能裝2噸水。老媽拍着桶身，這10個就是20噸，我全灌滿了，全是纯净水，夠咱們4個人用很長時間，還不止。她伸出手指，細流從指尖湧出，注入旁邊的一個空桶裡。只要有我在，咱們就不会斷水。現在流量比較小，但積累起来可觀。她指着桶邊幾個大箱子，那裡是净水片、濾芯、檢測試劑，這些東西，我覺得至少要用5年。我看這一切，喉嚨發緊。想到上一世，我們東拼西湊的儲備，每天為一口飯、一口水發愁。現在我們就像過年一樣。喪屍還不是最恐怖的，接下來還有可怕的天氣大變、降溫、乾旱，尤其是降溫，可能會降到-40度，甚至更低。上一世我對降溫感觸極深，我天生怕冷，家裡面沒有那麼多的過冬衣物，更不要說那些裝備無法抵禦-40度的嚴寒。保溫物資也備齊了。老媽攬着我的肩。我買了10床加厚的羽絨被、電熱毯，還要戶外專用的保暖睡袋。地洞冬暖夏涼，可極端情況下肯定不夠。我環顧着這個被加固的如同堡壘的地洞，心裡踏實了不少。這比上一次的準備提前太多，充分太多了。好了，看完了。老爸拍了拍手。小遠，接下來你的任務很重。我挺直了身體。老爸，你說？你是空间異能者，囤貨主要靠你。老爸眼睛亮亮的。我们需要大量的粮食，虽然囤了一波，但还不夠。這些糧食不僅是米麵油，還有長期儲存的罐頭乾貨、調味料，還有藥品，抗生素、止痛藥、感冒藥、維生素，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得帶回來。種子，姐，你別忘了種子。小雨急切地說，越多越好，越雜越好。我還不知道我的能力極限在哪裡，但我想試試能不能在地洞裡建立一個小型生態系統。我重重地點頭。你們放心，這一切都交給我。倒計時第6天，一大早我就開着家裡另一輛2手小貨車進了城。我去的第一家是城東的大型倉儲超市，推着幾輛購物車開始了第一輪掃貨。50斤裝大米20袋，我在心裡默念清單。30斤裝的麵粉20袋，食用油10桶，掛麵、方便麵、粉絲各50箱。購物車放不下了，很快已經堆積成了小山，還有我需要的大量物資還沒有購買。收銀員是個年輕的女孩，看着我的採購量，眼睛瞪得溜圓。我把紙遞給她，還有這些我都要。您這是要幹嘛？準備做超市啊？我笑了笑。對，就是準備在村裡開個小超市，而且快過年了嘛，多囤點貨。收銀員點點頭，開始掃碼。結賬時金額直逼2萬塊，幸好我前些年有些積蓄，不然還真有點緊張。面不改色地刷了卡。你一會兒幫我送到這個位置。我提供的這個位置是我來之前特意租的一家倉庫，這倉庫我租了4天，準備用來囤物資。等到送貨人員離開後，我就把這些物資逐一運回家。我是大客戶，倉儲超市也免費為我提供了送貨服務。離開超市，我便趕去了農貿市場。我必須與時間賽跑，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。我找到了一家大型的批發商，在這裡訂購了500斤各種豆類，黃豆、綠豆、紅豆，還有黑豆。這些既能食用，也能發豆芽，還可以讓小雨嘗試種植。還得要100斤鹽、50斤糖，各種調料20瓶。我對老闆一條一條地說。老闆是個中年男人，一邊記賬一邊打量我。姑娘啊，買這麼多，你打算幹啥呀？開超市？我們家在村裡一直沒有個像樣的小賣部。我面不改色地回答。我準備開一個小賣鋪，掙第一桶金啊。老闆聽了笑了笑。好志氣，有本事。他沒再多問。這年頭什麼人都有，大家都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，沒那麼多心思管別人的閒事兒。接下來2天，我每天往返城鎮10幾次，2手貨車的輪胎壓得沉甸甸的，每次回村都引來一些目光。村裡有幾個長舌婦聚在村口的槐樹下，看我開車經過，就交頭接耳。那不是老李家的大閨女嗎？聽說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回來了，研究生沒考上吧？嘿，白宮這麼多年輸了，你看他大包小包的幹啥呀？把家底都敗光了。誰知道呢？說不定回來就是啃老的。哎，還不如我家二狗子呢。我搖上車窗，把這些閒言碎語關在外面，讓他們說去吧。末日要來了，希望他們的長舌能在喪屍面前也這麼好用。地洞裡，老爸和老媽安裝好了一排排貨架，貨架是金屬的，很結實。老媽特意擦了好幾遍，還加固了連接處，罩上了防塵布。就等你的物資上架了。老媽摸着光滑的貨架表面，眼裡閃過一絲欣慰。小雨忙碌得像一隻小松鼠，幫我把採購回來的東西分門別類的擺放。大米要放這邊，麵粉放這邊，食用油單獨放，怕漏。他指揮着我
手裡不停。罐頭按种類分，肉類、魚類、蔬菜類、水果類。姐，你千万別亂放，要不然找不到。我看着逐漸被填滿的貨架，心裡升起一股滿足感。這就是囤貨的快樂吧？但這只是我們囤貨的第一波，接下來幾天還要繼續囤。晚上，我躺在地洞的簡易床上，怎麼也睡不着。我翻起身坐起來，看着不遠處貨架上的物資，心裡冒出一個念頭，不如我試一試。我集中精神，盯着一袋50斤重的大米，心裡默念收。那袋大米紋絲不動。再來。我深呼吸，想象着意識中空蕩蕩的空間，還有黑土地。我要把大米放進去，還是沒反應。我有些沮喪，可想起了老媽說的話，剛獲得異能肯定不熟練，我要多加練習。我換了個目標，盯着一旁小桌上的蘋果，那是我特意留下的，想試試能不能在空間裡保鮮。集中意念，默念，蘋果消失了，我的心狂跳，意識立刻沉入神秘空間。那個蘋果就躺在黑土地上，周圍還繚繞着淡淡的白霧。我嘗試着拿出來，空間裡的蘋果瞬間回到了桌子上，成功了，這證明我真的能夠控制空间。接下來幾個小時，好像着魔一樣練習，從蘋果到一袋鹽，再到一桶油。一開始還比較吃力，但後來就越來越順暢。我還發現空間似乎很智能，同類物品會自動疊加，不同物品還可以分區存放，放進去的東西仿佛靜止，蘋果就沒有任何的變化。凌晨4點，太陽升起來了，我看着空蕩蕩的貨架，露出笑容。所有的物資全部收進了空間，而我的空間還沒有填滿，在白霧後面一定還有更遼闊的區域。我累得虛脫，但心裡面充滿了成就感，躺在簡易床上沉沉睡去。倒計時第5天，一大早我就被小雨吵醒。姐，快醒醒呀，姐！小雨拼命地摇晃着我的肩膀，我一睜開眼就看到她一臉焦急。物資呢？貨架上的東西都去哪兒了？是不是昨晚有人進來偷了？我笑了，扶着她的肩膀。別慌，你覺得去哪了？肯定是被我收起來了唄。小雨愣住，眼睛立刻亮了。真的能放這麼多東西？我點點頭，拉着她走到貨架跟前，心念一動，一袋大米就出現在空蕩蕩的貨架上，再一動又消失了。我的天，太棒了！這樣我們就能囤更多東西了。姐，你的空間有多大？不知道。我摇摇頭。目前為止裝下所有物資只用了一小角，而且裡面空蕩蕩，還有白霧，後面還有空間。可我現在能力不夠，探不進去。目前也夠了。走，咱們今天必須加大力度繼續採購。小雨特意拿了老爸的卡，裡面是老爸老媽畢生的積蓄，足夠我們揮霍一段時間。我們姐妹倆開着那輛2手小貨車進城，心情完全不一樣。有了空間外掛，可以放開手腳了。還需要什麼？我看着清单上已經劃掉了不少東西。冰櫃。小雨說，咱們用冰櫃儲存肉類，罐頭能放很久，可新鮮的肉類冷凍起來更實在。還有發電機和燃料。我補充道，萬一斷電，咱們還需要自己供電，尤其是冰櫃不能停。說幹就幹，我們先去了家電市場，剛進門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老媽。我驚訝地走過去，老媽正站在一排冰櫃前和銷售員討價還價。看到我們來了，她笑了笑，來得正好，幫我看看這幾個哪個好。我看得眼花繚亂，還是老媽拍板。老媽用低於成本價的價格訂購了4個大型冰櫃，還額外要了2台靜音的發電機和20桶柴油。老媽，你太牛了，怎麼做到的？我小聲問。老媽眨了眨眼。我說，我們要在偏遠山區看民宿，這是政府扶貧項目，銷售員想要業績就給了最低價唄。我豎起大拇指。老媽平時很溫柔，但砍起價來是毫不手軟的。冰櫃和發電機約好第2天送貨，我們就趕緊去了肉聯廠。這裡豬肉都是一扇一扇賣，我們要了10扇豬肉，還有500斤牛肉，200斤雞肉。我讓老板全部切塊包裝，並對廠長說，還有香腸、火腿，這些都按100斤起購。廠長是個胖乎乎的中年人，他聽我說的話，在冷酷中都有點冒汗了。這是幹啥呀？要這麼多東西啊？開超市兼做冷凍食品批發。我現在撒謊越來越熟練了。老板，你們這兒的肉要是好的話，我過年還來。我們村裡沒有小賣鋪，但是需要的東西很多。老板一聽，高興得不得了，恨不得趕緊留住我這個回頭客。行，姑娘，我給你最便宜的價格。現在生意難做，有大單就是上帝。付了定金，約好取貨時间，我們馬不停蹄地趕往了下一站——電子產品市場。小雨跟我說，我們要準備幾套監控系統，地洞的入口、院子四周都要有攝像頭，最好帶夜視和移動偵測功能。對了姐，還得買無人機偵察周圍情況，這樣我們就不用冒險出去了。我點點頭，最後選了一套8個攝像頭的無線監控系統，覆蓋範圍廣，自帶太陽能充電板，又買了2架續航時間長的無人機，都配備高清攝像頭和紅外熱成像。這個對講機多少錢？我看到對講機心裡一動，這對講機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，萬一要分開行動，對講機是在通訊系統全斷的情況下最好的設備。毫不猶豫拿下10台軍用級別的對講機，信號強，抗干擾。等我們回到家，
天已經徹底擦黑了。老爸正在院子裡調試新設備，一台小型的風力發電機，葉片在晚風中緩緩轉動。怎麼樣，買的如何了？他擦了擦汗。釘櫃、發電機、肉、監控、無人機、對講機，現在都搞定了。我報了一連串。好家伙，咱們現在囤的比超市還全了。我笑了笑，可我知道還不夠。晚飯的時候，我們一家4口坐在餐桌旁，桌上擺放着豐盛的晚餐，氣氛卻有點凝重。我算了算，老爸放下筷子，咱們現在的物資夠4個人用3到5年，省着點兒可能更久。老爸，我覺得如果能囤，再多囤一些。我轻声說，上輩子的教訓太深刻了，飢餓、寒冷、傷病，還有人禍。趙瘸子那個混蛋！小雨咬牙說道。提到趙瘸子，全家人都蒙上了一層陰霾。老媽的手抖了一下，想到上輩子的仇人，我們一家4口眼裡都是恨意。那伙人，這一世他們別想再动咱們家任何一個人一根汗毛。老爸愤恨道。老爸，咱们要更多的準備，不僅僅是生存物資，還有防禦手段，最好還有情報。情報？姐，你說的啥意思？小雨歪着腦袋看向我。我們需要知道外界發生什麼，政府有什麼動作，其他幸存者的情況，收音機、衛星電話，這些古早的東西都得趕緊準備。老爸點頭。有道理，我明天去市裡一趟，搞台衛星電話和短波收音機，再多買些電池。還有藥品清單給我。老媽伸出手。我認識一個做醫藥代表的老同學，估計能拿到批發價。那我再去買點種子和種植工具。小雨舉手。還有養殖類的。老爸，你明天要是能搞到活雞活鴨就好了，這玩意兒能下蛋，還可以繁殖。咱們在地洞裡也比較隱蔽，估計別人也聽不到聲音。活禽的話，老爸想了想，村裡老王養了不少雞鴨，我可以去問問，就說你搞生態養殖，買一些种禽。分工明確，我們各自行動起來。這一夜大家都無夢，一大早就各自出發。倒計時第3天，地洞的物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增加，我幾乎住在城裡了，每天奔波於各大批發市場、藥店、五金店，空間裡的物資越來越多，分門別類，整整齊齊，大米、麵粉、雜糧、豆類、食用油、鹽、糖、各種調味料、罐頭、壓縮餅乾、巧克力能量棒、奶粉、麥片。藥品區更是豐富，老媽買了一堆抗生素、止痛藥、退燒藥、感冒藥、腸胃藥、抗過敏藥、外用藥膏、紗布膠帶、體溫計、血壓計，還有衛生紙、衛生巾、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洗髮水、洗衣粉。老爸帶回來各種型號的電池、手電筒、頭燈、多功能刀，以及老媽堅持買的貓砂，用於簡易衛生間。又買了10床羽絨被、500個暖寶寶、防風打火機、固體酒精。我每天都累得走不動道才會回家，可每當我想停下來的時候，上一世的畫面就會浮現。小雨餓得走不動道，老媽跪地求饒，老爸被活活打死。不能停，不能停！我們頻繁的採購，終於引起村裡人的注意。這天下午，我開2手小貨車回村，就被村口幾個鄰居攔下了。為首的正是村裡有名的長舌婦楊嬸兒。小遠，你這又去進貨了？楊嬸探頭往車裡看，後座堆着幾個大紙箱。這都幾天了，你天天大包小包的幹啥呢？我停下車，搖下車窗，禮貌微笑道：楊嬸好呀，我準備開個小超市，多備點貨唄。你開超市啊？另一個女人湊過來。你在哪兒開呀？咱們村就這些人，你買這麼多東西能賣出去？還沒想好呢，估計就在附近吧。我胡說道。零售批發都做，咱們附近的村子都沒個像樣的商店，我想試試。楊嬸撇了撇嘴，你個大學生，研究生都不考，回來開小超市？你爸媽供你讀這麼多年書，你這書讀到狗肚子裡去了？我心裡冷笑，哼，現在工作不好找，開超市也挺好的，我也想陪在我爸媽身邊。行行行，也是。牛一點點頭，你爸媽年紀也大了，是該有人照顧。不過你家動靜可不小呀，是不是還挖地窖了？要搞多大陣仗啊？我面色一沉，心裡緊張起來。這夥人天天盯着我們家，就連我們家地窖的事，他們都一清二楚。地窖塌了，我爸修整修整，這地窖存點貨，冬天能放點蔬菜。楊嬸恍然大悟，難怪呀，我說前段時間看到水泥車進進出出呢，這是要大幹一場啊！跟他們寒暄了幾句，我迅速脫身，開車回家的路上手心手背都是汗。到家的時候，爸爸正在院子裡整理鋼管，看我面色凝重，他往院子外看了看。村裡人起疑心了。我點點頭，把車停好。就那幾個愛八卦的婦女，村口攔着我問東問西的。爸爸直起身，擦了把汗。正常，咱們最近動靜太大了，沒關係，只有3天了，3天後就無所謂了。監控裝好了沒有？我問。裝好了。老爸指着屋檐下幾個不起眼的黑點。院子4個角、大門、地洞入口都裝了，信號連在地洞裡的顯示器上。他頓了頓，又說：“你媽還想挖個旱廁，
說一開始咱們能出去就出去，有个备用的。我点点头。老媽考慮的周全。晚飯的時候，小雨興奮地說：“我把所有想看的電影、電視劇、紀錄片都下載好了，咱們一家人就在地洞裡享受這些末日前的娛樂吧。”小雨，我勸你再下一些電子書，各種小說、科普讀物、生存手冊、百科離線版，這樣基礎知識也有。聽了我的提議，小雨打了個響指。姐，還是得你這個大學生，我現在就去下載。倒計時2天，我們最後一次檢查所有物資，地洞的貨架上也擺滿了，一大部分也都被我收進了空間。為了掩人耳目，我們還專門放了一些雜物，4個大冰櫃靠牆擺放，通着電，裡面塞滿了肉類。發電機和柴油儲存在另一個專門隔出的區域。通風設施良好，監控顯示器掛在一面牆上，分割了8個畫面，清晰顯示着院子內外的情況。簡易衛生間裡貓砂都堆成了小山。種植區，小雨培育的嫩芽又長高了一些，他用異能小心地滋養着這些果實，每一刻都很專注。倒計時1天，我們一家4口坐在地洞裡，最後核對清單：糧食夠7、8年，藥品足夠應對常見的疾病和外傷，水源20噸，加上我的能力，問題不大。能源有柴油發電機和風力發電，還有100塊太陽能板備用。種植和養殖種子齊全，工具也很齊全，還有那幫活禽也到位了。防禦監控、無人機、對講機，還有老爸的利器，老媽的水系異能，小雨的植物異能，我的空間。我們一家4口笑容沉重，但還是能笑得出來。該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聽天由命，今晚好好睡一覺。老爸站起身，安撫地拍了拍我和小雨的頭。明天世界就要變了。核爆發生的那一刻，其實沒有任何感覺。那天早上，我們像往常一樣起床，老媽做了簡單的早餐，我們圍坐在地洞的餐桌旁，氣氛有些壓抑。今天不能出門了，老爸說，就說咱們全家感冒，需要休息。我點點頭。村裡人雖然好奇，但也不會硬闖。上午10點，快看！小雨突然指着電視，上面播報本地新聞，插播了一條緊急消息。國家應急部門發布公告，今天上午8點40分，各國實驗基地發生了嚴重事故，造成放射性物質洩漏，請廣大市民不要恐慌，政府已啟動應急預案。緊接着就切換到了專家訪談，解釋放射性污染的防護知識。開始了。老爸說，我們沉默地看着電視，新聞說的輕描淡寫，但我們都明白真相，那不是事故，是核爆，輻射和病毒已經在空氣中彌漫。而且這場全球性的突發性的核爆只會讓全球迅速地陷入危機。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電視裡不斷播放着各種公告，要求市民儲備物資，減少外出，注意防護。我們所在的村子，村民一開始沒太大反應，直到下午，村長在村廣播台用大喇叭喊話：各位村民注意，各位村民注意，接到上級通知，最近可能有極端天氣和特殊情況發生，大家儲備好生活物資，盡量不要外出。再說一遍。大喇叭響了整整一下午。傍晚時分，村裡開始騷動起來，有人開車去鎮上採購，發現超市被搶購一空，加油站排起了長隊，油價飛漲。聽說了嗎？鎮上超市的米麵油都搶光了。何止超市，連小賣鋪都沒貨了，是不是真要出大事了？不知道，電視裡說的不清不楚的。恐慌像瘟疫一樣蔓延，我家大門緊閉，窗簾拉得嚴嚴實實。這一天結束，官方消息明朗了起來。病毒疫情爆發，感染者具有攻擊性，所有市民留在家中，鎖好門窗，等待進一步通知。喪屍這個詞一開始並沒有直接使用，和上一世一樣，官方一直用的是攻擊性的感染者，但這並不能緩解大家的恐慌。村裡徹底亂了，村長再次召集村民們開會，地址在村委大院。我們一家人稱病沒去，通過監控觀察着外面的情況。老爸在安裝監控系統時，特意在村中央的大槐樹附近安了一處隱蔽的攝像頭。這時，我們一家人通過監控攝像能看到村委大院裡擠滿了人，大家七嘴八舌，恐慌在每個人臉上彌漫。村長，到底咋回事？電視裡說的是真的嗎？真有咬人的瘋子！我家沒米了，咋辦呢？村長是個60歲的老頭，一向德高望重，這時候也是一臉憂愁。安靜，安靜！上級要求我們組織起來，共同應對危機。從今天起，村裡組織巡邏隊，青壯年都要參加。憑啥呀？我家就我一個勞力，出事了怎麼辦？就是要巡邏，你自己去唄。爭吵聲此起彼伏，最後村長勉強組織了10幾個人，分成了2班，在村裡巡邏，但是每個人都人心惶惶，都不想冒險。通過監控攝像，我們一家人都對村長的組織不太認可。這樣肯定不行，沒有統一指揮，也沒有足夠的武裝，一旦真的出現感染者，村裡是撐不了多久的。咱們管不了那麼多了，能保住自己就不錯了。老媽說的對，上一次我們曾試圖幫助鄰居，結果差點把自己搭進去，這一世我們學乖了。
核爆發生第3天，小雨提議改善一下伙食，我們一家4口商量後決定吃烤肉。烤架設在地洞內，通風系統將烤肉的香味吹散。自制的烤架上，五花肉冒油，邊緣微捲，焦香撲鼻。小雨小心地翻動着五花肉，油時不時地滴落在炭火上。媽，你醃肉的配方太絕了！我夾起一片，蘸上辣椒面，双重刺激感讓我的舌尖微捲。末日裡能吃上這一頓實在太奢侈。爸爸悶頭吃着，監控屏幕一直亮着，畫面裡村莊一下子安靜下來，巡邏隊零零散散，不到3天的功夫就散了。現在也只剩下2個隊員，只在中午象徵性的走一圈，絕大多數人緊閉門戶，都在家裡過着小日子。好吃你就多吃點，下一次吃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。末日的情況会越来越緊張，想要吃一頓烤肉確實風險太大。就在這時，監控左上角的畫面突然闖入一個搖晃的人影，我筷子停住。那人穿着羽絨服，背着一個鼓囊囊的旅行包，走得跌跌撞撞。他停在村口的老槐樹下，抬頭望了望，繼續往村裡走。那是誰？我湊近屏幕，村長家的大兒子吧，省城做銷售，聽說很有本事。老爸放下筷子，擰着眉頭。他怎麼這個時候回來了？小雨不滿道，確實不對勁。核爆消息傳出後，往外跑的人多，回來的人少。看村長家大兒子一副長途跋涉的模樣，他這個時候進村，畫面裡他越走越近，經過我們前院外的路口時，監控清晰捕捉到他的臉，面色灰白，眼窩凹陷，嘴唇乾裂起皮。更可疑的是，他的動作僵硬拖沓，像一具……他是怎麼了？在發抖？老媽被吸引了，盯着监控攝像頭。監控畫面裡，村長家大兒子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，一直走到村長家院門前，抬手拍門，這動作詭異的讓人發慌。不對勁！我盯着屏幕，爸媽，小雨，你們看他的眼睛就像没聚焦一樣。很快，村長的老婆開了條門縫，驚訝地看着自家大兒子回來，他欣喜地又拍又打，把大兒子拉了進去，門再次關上。我們一家4口人都沉默了。快點吃，剩下的不吃了，今晚咱們要提高警惕了。這一天晚上，慘叫聲從村長家傳來，先是女人的尖叫，再是男人的怒吼，最後是一連串混亂的聲音。村裡的狗狂叫不止，整個村子都聽到了，可沒有一個人敢出去看。第2天一大早，村長家大門敞開，門口多了不少血跡，幾個膽大的村民湊過去看，隨後連滾帶爬的跑回家，一個個臉色慘白。死了，都死了！村長他家大兒子在啃他老婆的，怪物，肯定是怪物！恐慌徹底爆發，村民們鎖緊門窗，再也不敢出來。巡邏隊徹底散了，人人自危。核爆發生的第5天，感染者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在村裡。先是幾個從鎮上逃回來的人，他們一個個臉色灰敗，眼神污濁，見人就撲。在之後便是村裡的老人、病人，莫名其妙的發狂。病毒開始傳播了。小雨看着平板電腦上的資料，潛伏期3到5天，然後迅速發作。初期症狀可能類似於流感，然後是高燒昏迷，醒來後就變成喪屍了。氣溫也開始降了。老媽看着溫度計，室外溫度在一夜之間降到了零下10度，而且還在持續下降。地洞裡有發電機供電，保暖設備暫時安全，可每次回到屋裡方便或者拿東西時，還能聽到外面偶爾傳來的慘叫聲，讓我心情沉重。核爆發生的第7天，村裡開始淪陷，至少有1半的人變成了喪屍，在村裡遊蕩。剩下的要麼躲在家裡，要麼已經逃了。核爆的影響不僅僅是病毒的傳播，就連電力系統也開始受損，電力中斷，通訊時有時無。此刻氣溫已經降至零下30度。我和老爸在一個清晨站在自家院內，通過無人機偵察到了村裡的場景，宛若地獄。村莊被一層白雪覆蓋，四處都是遊蕩的身影，雪茄落在白雪上，觸目驚心。那些破碎的門窗，揭示着幾戶人家慘遭厄運。老爸，那是不是趙瘸子？我眼睛一瞪，在無人機的偵察畫面，我看到了趙瘸子。趙瘸子此刻正在院門口清掃積雪，他家院子門緊閉，2樓窗戶偶爾有人影晃動，看着院子裡堆放的袋子。老爸，你們看趙瘸子的院子，他們家囤了不少東西呀。他們確實囤了不少，我打聽過。核爆前幾天，趙瘸子也在瘋狂採購。什麼？我心裡一沉，如果趙瘸子他們也瘋狂採購，那會不會證明趙瘸子他們也重生了？想到這兒，我心頭一緊。趙瘸子上一世就是他害得我們全家，這一世他會不会？別怕，老爸拍了拍我的肩，這一世咱們早準備好了，他們敢來，就讓他們有來無回。和上一世一樣，趙瘸子不是一個安生的人。他找上門是在末日核爆發後的第10天。那天早上，監控警報輕響，一個跛腳的身影出現在我家院門外，是趙瘸子。他孤身一人，手裡提着一根鋼管，背在身後。院子裡積了厚厚一層雪。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，朝裡張望。
我家門窗緊閉，窗簾拉得嚴實，看起來就像沒人。李哥，李哥，你在家嗎？趙瘸子喊了2聲。地洞裡，我們盯着监控畫面，沒人應聲。老爸摇了摇頭，對我們說：“別搭理他。”趙瘸子又喊了幾聲，見沒人回應，用鋼管敲了敲鐵門，這聲音咣咣作響，在此刻是非常危險的，很容易吸引喪屍的注意。他是故意的。小雨愤恨地握緊了拳頭。果然，遠處傳來幾聲嘶吼，趙瘸子臉色一變，立刻拖着跛腳躲到了角落。2只喪屍從巷子那頭晃過來，在門口徘徊了一會兒，又慢慢離開。趙瘸子這才重新出來，朝我們家院子深深看了一眼，很是不甘。最後他啐了一口，轉身走了。他在試探。老爸沉声道：“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家，有沒有防備？”老爸為什麼不直接對付他？小雨問。現在還不是時候。老爸盯着監控畫面裡趙瘸子遠去的背影。村裡現在情況不明，貿然動手可能引來更多麻煩，而且我也想看看他們到底想幹什麼。接下來幾天，我們密切地關注趙瘸子一家的所作所為，監控畫面和無人機設備讓我們看到趙瘸子一家確實膽大。喪屍在村裡面遊蕩，大部分人閉門不出，趙瘸子卻敢帶着3個兒子，大白天在村裡面活動。他們專挑那些絕戶，全家要麼變成喪屍，要麼逃走了的房子，撬鎖、破門進去搜刮糧食、臘肉、衣物、工具，什麼都要。看那邊，小雨指着另一個監控畫面，畫面裡趙瘸子的3個兒子正從老孫家搬東西。老孫一家4口全變成了喪屍。趙家3兄弟扛着米袋，提着油桶，還拖出了一台小型發電機。他們什麼都要啊！老媽皺着眉頭。末日裡這些都是硬通貨。我淡淡的說。趙瘸子很精明啊，他還知道囤物資。至於他是不是真的重生了，不清楚。更令人不齒的是，趙瘸子他們還對活人下手。村裡面尚且還有20幾戶幸存者，大多是老人和婦女兒童。趙瘸子一家專挑人丁稀少的人家，以保護費和借糧的名義進行勒索。監控畫面裡，我們看到他帶着兒子堵在王寡婦家門口。王寡婦50多歲，一個人帶着8歲的孫子，他的兒子和兒媳到現在杳無音訊。在村裡，王寡婦一家是很落魄的家庭。趙瘸子卻拿着鋼管指着王寡婦，我們聽不清趙瘸子說什麼，但能看到王寡婦哭着搖頭。最後還是轉身進屋，拿出了半袋米。趙瘸子掀開米袋看了看，滿意的拍了拍，揚長而去。王寡婦癱坐在門口，抱着孫子直哭。真是個畜生！老爸從牙縫裡擠出了2個字。村裡很多老弱病殘多的人家都被趙瘸子勒索了個遍，但是趙瘸子還不滿足，他去了楊嬸家。楊嬸獨居，他兒子兒媳婦在城裡打工，核爆發後就音訊全無。他家在我家斜對面，平日裡就愛在院子裡曬太陽，經常去大槐樹下和那幫長舌婦嘮嗑，是很愛聊八卦的農村婦女。對我家的情況知道的差不多，我幾次從城裡囤貨都被楊嬸看得一清二楚。那天下午，趙瘸子帶着3個兒子敲開了楊嬸的門。一開始他還是那套說辭，說是要借糧保護楊嬸。楊嬸顯然不願意，站在門口直擺手。我們聽不到聲音，但能看到楊嬸激動的比劃，指着自己，又指了指屋裡，估計是在說自己沒多少糧食。趙瘸子不耐煩了，一把推開楊嬸，就要往裡闖。楊嬸急了，死死拉住趙瘸子的胳膊。就在這時，趙瘸子的2兒子，那個最壯的男人，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楊嬸被打倒在地。他們怎麼打人啊？雖然我們一家都不喜歡楊嬸，她總是對我們一家的事兒問東問西的，可看到楊嬸癱軟在雪地裡的可憐模樣，大家都覺得很同情。畫面裡，楊嬸趴在地上好半天沒動，趙瘸子蹲下來，似乎在跟她說什麼。楊嬸搖頭，趙瘸子又說了什麼，這次他手指的方向竟然是我們家。楊嬸愣住了，隨後拼命搖頭，但趙瘸子不依不饒，揪着楊嬸的衣領子，惡狠狠地咒罵着。他的3個兒子也圍上來，對着楊嬸拳打腳踢，僵持了大概1分鐘。楊嬸崩潰了，她指着我們家，嘴巴開合，說了好多話。趙瘸子聽着眼睛越來越亮，看來楊家婆子把咱們給出賣了。畫面裡，我們看到趙瘸子鬆開楊嬸，甚至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然後帶着兒子離開。楊嬸癱坐在門檻上，捂着臉，肩膀劇烈抖動。這個楊嬸怎麼這樣呀？趙瘸子欺負他，他就把咱們給賣了。這其實也不能怪他。我嘆了口氣，楊嬸兒雖然討厭，但現在只有他一個人，面對趙瘸子的一家4口的危險，他還能怎麼辦？為了活下去，楊嬸兒其實也沒做什麼。想到前世末日來臨時，人和人之間信任崩潰，我並不覺得楊嬸兒做的有多錯。可是小雨還想再說，老媽也跟着搖頭。末日來了，自保是本能，只是這樣一來，趙瘸子肯定盯上咱們了。果然第2天一大早，趙瘸子就來了。這次他不是一個人，他帶着3個兒子。監控警報響了，他們4人全副武裝，鋼管、砍刀，甚至還帶了一把土制的獵槍。
4個人大搖大擺地走到我家院門前，趙瘸子抬手用力拍門，李建國開門，我知道你們在家。地洞裡我们一家都站了起来。他們來了。來就來，有什麼可怕的？他們敢動手，咱們就別留情。我緊握着手裡的複合弓，手心微微出汗。監控畫面裡，趙瘸子見沒人回應，開始用腳踹門，大鐵門發出沉重的悶響。李建國，別裝死！楊婆子都說了，你家囤了好多東西，獨樂不如眾樂，分點給鄉親們咋了？他的3個兒子開始跟着叫囂：開門！再不開門，我們砸了！聽見沒有？叫罵聲回盪在寂靜的村莊裡，遠處甚至有幾隻喪屍聽到了聲音，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。但趙瘸子一家毫不在意，他們顯然很習慣和喪屍共舞。趙瘸子雖然跛了一條腿，可是動作很靈活。他那3個兒子都是20-30歲的壯漢，看他們武器裝備齊全。我抿了抿嘴，監控畫面裡這4個身影翻過我們家的院牆，動作熟練，顯然他們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兒了。他們去地洞入口了。地洞入口做了偽裝，可趙瘸子上一世就知道位置，如果他們重生了，這一世肯定會很快找到。果不其然，他們直奔後院，扒開了那些偽裝。爸，怎麼辦？走，去會會他們。咱們按照計劃來。小遠，啟動陷阱。小遠，準備好。老婆，你在這兒保護好自己，守着地洞。我們各就各位。就是這兒，上一世咱們就是在這兒搶的物資，這一世李家肯定囤了更多的東西。爸，這門是新的，還帶密碼鎖呀。砸開！趙瘸子揮手，3個兒子舉起工具開始砸門。3層鋼板的門豈是那麼容易砸開的？砸了半天，只留下了幾個凹痕。這麼結實，用這個。趙瘸子從背包裡掏出一個小型電鑽，顯然是早有準備。就在他們準備破壞門鎖時，小雨啟動了陷阱，門口周圍的地面突然塌陷，趙瘸子和3個兒子掉了下去。那是一個3米深的坑，底部插着削尖的竹竿。這是之前小雨用藤蔓偽裝的陷阱，上面鋪了一層薄土，底下用一根木板進行支撐。方才小雨用藤蔓將木板抽走，這深坑立刻露了出來。緊接着是2聲慘叫聲，趙瘸子家的老2和老3直接被竹竿刺穿了，當場斃命。老大和趙瘸子反應快，抓住了坑邊，勉強沒掉下去。但這還沒完，坑壁上突然冒出無數的藤蔓，像活物一樣纏住了他們的手腳。這是小雨用異能催生的植物，堅韌的像鐵絲一樣。這是什麼東西？這時老爸推出了地洞門走了出來，他手裡提着一根實心的鐵棍。趙瘸子，好久不見。趙瘸子抬頭看到老爸，臉色一變。李建國，你想幹啥？李建國殺人是犯法的，你現在已經犯法了，趕緊跪地求饒吧。老爸一步步走進趙瘸子。殺人犯法，那上一世你害死了我們全家，這一世該你還債了。趙瘸子家老大掙扎着想爬出來，但藤蔓越纏越緊，他摸出腰間的刀砍向藤蔓，只砍了幾個缺口。爸，這些藤蔓不對勁，根本砍不斷。趙瘸子家的老大慌了，老爸走到坑邊上，居高臨下的看着他。上一世，趙瘸子，你帶着你3個兒子搶我的物資，殺我的家人。這一世我本來想井水不犯河水的，但你偏偏要送上門來。趙瘸子臉色蒼白。哥，我錯了。李哥，上一世是我不對，你大人不計小人過，上一世的事兒還說什麼是我錯了，是我錯了。這一次咱們好好合作，一塊兒活下去，咱們合作肯定能戰勝末日。合作？老爸笑。和你這種畜生合作嗎？老爸舉起鐵棍。等一等，我知道一個秘密，是關於核爆的秘密。老爸的手停住了。什麼秘密？官方在北方建了避難所，真正的避難所，有軍隊保護，還有完善的設施。我有一個親戚在官方部門，他偷偷告訴我的，只有我知道坐標，我可以帶你們去。老爸沉默了幾秒，然後鐵棍毫不留情地落下，不是砸向了趙瘸子，而是砸向坑邊的土石，鬆動的泥土滾落，將坑填了一半。你這是幹什麼？李哥，你這是幹什麼？趙瘸子驚恐地看着泥土埋到自己的胸口，他的目光突然落在我身上。李遠，你是大學生，你有文化，快告訴你爸，殺人是犯法的，你再這樣，你爸就犯法了，到時候你們一家人都得坐牢。趙瘸子，你以為現在是什麼時候？現在是末日，核爆了，誰會來審判我？村子裡變成喪屍的人很多，你變成喪屍之後，難道政府還會怪罪我們嗎？那是你倒霉。你這小丫頭說話這麼難聽，你不得好死！趙瘸子大兒子咒罵我，他心裡慌張極了。那藤蔓也不知道是不是成精了，一直纏着他和趙瘸子不放。現在他們淪為我和老爸手裡的待宰羔羊。他們倆很清楚，上一世他們一家人是如何對待我們一家人的，現在只有慌張。老爸，別和他們廢話。我冷笑着，我恨死趙瘸子一家了，恨不得親手處決了他們。老爸狠狠地砸下一棍。避難所的事我們會自己找，至於你和你的3個兒子，就留在這裡慢慢感受死亡吧。不，李建國，
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赵瘸子绝望地咒骂，他家老大还在挣扎，可是藤蔓纏得越来越緊。老爸带着我往回走，不再回头。他拿着对讲机，小雨，把坑填了。地洞里，小雨咬着嘴唇，双手按在地面上，更多的藤蔓从土里钻出来，纏繞，将坑里的2个人徹底拖入黑暗，然後泥土徹底掩埋了坑洞，一切恢復平靜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。我們一家站在的洞口，看着那片平整的土地，久久無言。復仇成功了，可我心裡卻沒有想象中的高興，只有沉沉的悲痛。老媽嘆了口氣說：“一切都結束了。至少我們一家人在核爆降臨後不久，就解決了上一世很大的危險，沒有了趙瘸子，村裡面又恢復了短暫的平靜。我們一家4口更加警惕，無人機每天要偵查3次，監控24小時一直開着。村裡面幾乎沒有什麼活人了，喪屍在嚴寒中行動緩慢，卻沒有因為天氣的原因被凍死。好像核爆病毒改變了他們的生理結構，讓他們能在極端環境下存活下來。核爆炸發生第20天，村裡來了一位新客人，是一個壯漢，30多歲，穿着整齊的作戰服。他小心翼翼地在村裡挪動着，躲避着喪屍。地堡內，我們一家圍在監控前。那是誰啊？小雨湊到監控前。這人怎麼像是老陳的兒子？老爸猶豫着。老陳叔叔去年去世了，他有一個兒子在外當兵，退伍後就直接在外地工作，幾乎不回村裡來。陳叔叔去世之後，老爸就替他照顧着留下來的祖宅。老媽則是陳叔叔的老婆，聊聊天，打打牌，時不時的去清掃，除一除雜草，擦一擦灰。這算是老爸和老媽對逝去好友唯一的紀念。陳勇是不是叫陳勇啊？他怎麼會在這兒啊？老媽有些疑惑。我們通過監控繼續觀察，陳勇很專業，動作乾淨利落，一看就是練過。他躲過了幾波僵屍，最後停在陳叔叔家破敗的院子前。院子裡一具凍僵的喪屍靠在牆邊，那是陳叔叔的妻子，陳勇的母親。她變成了喪屍，被低溫凍住了動作，但眼睛還在轉動。陳勇站在他母親面前一動不動，我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卻能從他的背影裡感覺到他極大的悲痛。良久，他緩緩跪下，磕了3個頭，然後站起身，從背包裡掏出了一把軍刀。我們沒有再看下去。那天晚上，陳勇在陳叔叔家生了火，火光太過顯眼，引來了不少喪屍，但他很輕鬆地解決了他們，身手極其矯健。老爸，他怎麼會現在回來？我很納悶，陳勇也就是陳叔叔去世那年回來過一次，後來就走了。現在核爆發，到處都是喪屍，他突然出現在村子裡，倒讓我們非常疑惑。他只帶了一個背包，能有多少吃的？陳叔叔家已經被趙瘸子洗劫過了，那些食物估計早就被趙瘸子吃光了，留在這兒也沒有食物補給啊。老爸，你什麼想法？我看老爸一直沉默，再次問道。陳勇是個好孩子，小時候經常來咱們家玩，你們陳叔叔也經常幫咱們的忙，和我是老朋友。老頭子，他現在是個陌生人，這末日裡人心難測。我知道，所以先觀察一下。我們觀察了3天，發現陳勇很自律，白天清理周圍的喪屍，加固家裡的房子，晚上生火取暖。他顯然有豐富的生存經驗，即使是一個人也做得井井有條。一個早晨起來，就出了大事兒，一群喪屍20多隻，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，包圍了陳叔叔家。陳勇奮力抵抗，但數量太多，漸漸被逼到了牆角。爸，我看着監控畫面，心都揪住了。我得去幫忙。老爸站起身，不行，老頭子太危險了。老媽拉住他，老爸甩開老媽的手，語氣堅決。老陳就這麼一個兒子，我不能見死不救。老爸不顧老媽的阻攔，穿上厚外套，拿起鐵棍和砍刀，又帶了一把複合弓，就往地洞入口走。爸，我跟你一塊兒去。我也站起身，我也去。小雨說道。不行，你們留在這兒保護媽媽，我一個人去。可是……沒有可是，這是命令。老爸的眼神不容置疑，他推開地洞門，消失在黑暗中。我心裡放不下，抓起一把砍刀跟了出去。老爸剛要翻牆，就看到出現在後院的我，他無奈地搖了搖頭。我對老爸做了個噤聲的手勢，我們一同從後院翻出去，繞到了老陳家後面。喪屍的注意力都在跟前的陳勇身上，沒注意到後面的動靜。老爸舉起複合弓，瞄準，發射，一支支箭弩精準地刺穿了一具喪屍的後腦，喪屍一個又一個的無聲倒地。連續幹掉5隻喪屍後，被包圍的陳勇也注意到了，他精神一振，反擊更加兇猛，前後夾擊，喪屍群開始混亂。老爸趁機衝了進去，鐵棍揮舞，每一擊都砸碎了一個腦袋。陳勇看到老爸愣了一下，隨後配合默契，2個人背靠背，很快清理了剩下的喪屍。最後一隻喪屍倒地後，陳叔叔家的院子恢復了平靜。陳勇重重地喘了一口氣，眼神複雜地看着老爸。李叔叔，是我，你這臭小子回來了，也不說一聲。老爸擦了擦頭上的汗，陳勇苦笑。我沒想到這時候還能見到熟人。
陈勇看着地上喪屍的屍体，眼神极其暗淡。我妈她……老爸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世上能活着就不容易了。陈勇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。李叔叔，那个是小远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还好。老爸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多说。你呢？以后什麼打算？陳勇搖頭，不知道。我這次回來是想接我媽去城裡，沒想到……陳勇眼眶紅了，聲音有些哽咽。我沒想到我晚了這麼久。說，村裡頭還有其他幸存者嗎？陳勇只是難過了幾秒鐘，就又恢復了冷靜。我有些佩服他，我同情地看着陳勇。如果不是重活一世，老天爺給了我們機會，又給了我們全家各種異能，恐怕這一世我們也不會多幸運。可能有幾個還躲在家裡，不確定。老爸搖頭，我們很少出去。陳勇看着老爸身上的裝備，又看了看後院方向，說：“你們早有準備。”老爸沒有直接回答。你在這兒也不安全，先跟我來吧。這喪屍一波又一波，可能還會來。陳勇猶豫了一下，還是點點頭，隨後拿起了放在門口的背包。我和老爸帶着他回到我們家時，小雨已經打開了地洞門。看到陳勇進來，其實我們一家人都有些緊張。這是……陳勇看到地洞裡的設施，眼睛瞪大了。我們的避難所，我老婆小女兒小雨。老爸簡單介紹。陳勇點頭打招呼，態度很禮貌。他看起來很疲憊，可眼神非常的清明。不知為何，我覺得陳勇是個值得信任的人。既然人回來了，老媽也不可能趕出去，便給他倒了一杯熱水。先坐下，暖和暖和。外面天氣太冷，陳勇的衣服上早就結了霜，一進屋就變得濕漉漉的。陳勇接過水杯，感激的點點頭。他喝了幾口水，然後從背包裡掏出一些東西，罐頭、壓縮餅乾。這是我帶來的，不多，但……不用，這些東西你留着，我們食物夠，你留着。老爸推回去。陳勇愣了一下，他估計沒有想到，在這末日裡，食物是最珍貴的資源。說，你們是？陳勇。老爸打斷他，正色問道：“我問你幾個問題，你要老實回答。”陳勇感受到老爸的嚴肅，正了正神色。您說，你這次回來真的是為了接父母？陳勇點頭。是，我在城裡聽到了風聲，說要出大事，請假趕回來了，但是晚了一步。這一路上通訊中斷，還有很多喪屍，我想趕回來，只能憑借拼車，但是也很艱辛。我能想象到核爆帶來的一系列影響，一定會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陳勇能趕回來已經很不容易了。你有什麼特殊的技能？除了當兵時候學的那些？老爸繼續問。我在部隊是工程兵，會修很多東西，懂機械，也會一些簡單的醫療。陳勇想了想說，退伍後我在建築公司工作，施工方面沒什麼問題。老爸和老媽交換了一個眼神。最後一個問題。老爸盯着陳勇的眼睛。如果讓你加入我們，你能保證忠誠嗎？不背叛，聽我們的指揮。陳勇愣了一下，只是幾秒鐘沉默。他鄭重地點了點頭。能，我陳勇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。叔，你今天救了我，這份恩情我一定記得。老爸看了他一會兒，然後點點頭。那好，你留下來吧。陳勇的眼睛亮了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我們有規矩。第一，服從指揮；第二，不能私自行動；第三，資源共有，按需分配。能不能做到？能。陳勇站直身體，像在部隊裡一樣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地洞裡多了一個新成員。陳勇也很爭氣，很快證明了他的價值。他幫助加固了地洞結構，還改進了通風系統，甚至還修好了之前我們不太會用的幾台設備。這個風力發電機可以優化。他指着老爸之前採購的風力發電機。葉片的角度要調整一下，效率肯定能夠提高。這台風力發電機自打老爸買回來組裝之後，我們一直在使用，但可惜它的功效太低了，每天只能維持基礎的照明，這讓我們很是懊惱。有了陳勇，我覺得是件大好事。還有監控系統的布線可以更隱蔽，我重新弄一下。柴油發電機要定期保養，這方面我是專業的，我來負責。他幹活賣力，話不多，很實在的一個人。幾天下來，我們都對他產生了信任，尤其是小雨，簡直是個好奇寶寶，總跟在他後面問東問西。陳哥，這個工具怎麼用？陳哥，無人機怎麼檢修？陳勇總是耐心回答，還會教他一些實用的技能。多學一項技能，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。陳勇揉了揉小雨的頭。自打陳勇加入之後，我們的生存能力大大提升。他也帶來了一個好消息。我回村的路上聽到了無線電廣播。晚飯的時候，陳勇說：“軍方頻率加密的，但我以前在部隊學過破譯。”廣播裡說啥了？老爸急切地問。北方確實有避難所，是國家級的，有軍隊駐守，設施完善。陳勇嘆氣。但距離我們這兒至少1000公里，路上太危險了。還有廣播說，軍方正在組織救援隊，在各個方向推進，速度慢，因為喪屍太多，加上天氣太惡劣。我們沉默了。避難所雖然好，可是有1000公里的路程，
現在去那幾乎就是逆行而上。咱們等救援隊過來吧，咱們可以等。老媽說道，但不知道要等多久。陈勇摇头，廣播裡說救援隊要先保證大城市和重要地區，像咱們這種偏遠山村可能要排到很後面。這個不能說好的消息，讓一家人的氛圍都有些沉重。沒過多久，轉機出現了。一天上午，妹妹在玩無人機時突然喊道，大家快來看，天上有東西。我們湊到監控前，無人機傳回的畫面裡有幾個黑點在高空移動，速度很快。是飛機。陳永毅認出來了，是軍用的運輸機。果然幾分鐘後，那些飛機飛過我們的上空，投下了什麼東西，降落傘一個個在空中打開，緩緩飄落。我想到了電影裡的場景，是不是空投物資啊？不是。陳勇盯着屏幕，好像是傳單。很快一張傳單被風吹到了我們的院子裡，陳勇穿着防護服出去撿回来。傳單上印着醒目的標題，官方应急避難指南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圖示。官方已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108個避難所，位置如下，軍方救援隊正在推進，請幸存者堅守。以下是自救指南。傳單背面是一個簡短的无線電頻率和每日播放時間。有希望了，小雨興奮地說，當天我們按照傳單上的頻率調到了廣播。這裡是國家應急廣播，以下是今日通報。北方第一避難所已接收幸存者5萬人，運轉正常。東部救援隊已推進至山東境內，請所有幸存者保持希望，國家沒有忘記你們。廣播裡還提供了詳細的生存建議，如何淨化水，如何防禦喪屍，如何在低溫下保暖等等。聽着廣播的聲音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來自外界的聯繫。官方還在運轉，軍隊還在行動，還好我們沒有被遺落。繼續等，咱們加強防禦，做好長期準備。老爸說道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因為知道有救援人員正在向我們靠近，我們充滿了希望，就連完善避難所时也非常的有劲。陳勇教了我們許多生存技能，怎麼設置陷阱，如何識別可食用食物，還有處理傷口。小雨的種植區也進展飛速，他用異能催生出了第一批小白菜，長得雖然沒有末日前那麼快，但確實在生長。太好了，我們能實現食物自給了。我的空間異能也在進步，白霧正在漸漸消退，隨着我不斷使用異能，空間在增大了。現在可不只有籃球場那麼大，幾乎有2個籃球場那麼大，而且空間裡面的黑土地可以用於小雨種植區的土壤，這些土壤能給種子們提供更好的營養。核爆炸2個月後，整個村子徹底安靜下來，那些喪屍要麼被我們清理掉，要麼被嚴寒凍住，氣溫也已經下降到60度，出去一趟必須穿厚重的極寒服。這一天，陳勇提出了一個想法，我們不能永遠躲在地洞裡，氣溫雖然在下降，但我覺得總有回升的一天。可一旦回升，喪屍的活動肯定會增加，也會有其他幸存者，說不定還有侵略者。我們得弄一個更安全的據點。什麼意思啊？咱們先把整個村子清理出來，建立防線。咱們雖然人手不多，但可以借助地形，在村口設路障，高處設瞭望塔，把每家每戶都檢查一遍，清除掉隱患。這個工程量是不是有點太大了？慢慢來吧，一天做一點。我有工程經驗，可以設計防禦工事，而且一旦我們控制了整個村子，就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利用。那些廢棄房屋裡的物資，還有能用的設備，都能集中起來。老爸思考了很久，最終答應了。前提是保證安全，不能冒險。清理行動開始，每天老爸和陳勇全副武裝出去，一家一家的檢查。我和小雨通過無人機提供偵查支援，老媽則是負責後勤和警戒。進展比想象中順利，村裡的大部分喪屍都被凍僵了，清理起來很容易。他們找到了不少有用的東西，發電機、工具、未開封的食品，還有獵槍和彈藥。老王家的地窖存了不少土豆、紅薯，大部分都凍壞了，有一部分還能吃，拿回來當種子吧。李大夫家藥房裡還有很多藥品，過期了一些，但有總比沒有好。小學校裡有太陽能板，還能用。資源一點點積累起來，陳勇開始在村口修建防禦工事，用廢棄車輛堆成路障，設置絆鎖和警報器。在高處，他搭建了瞭望塔。經過1個月，我們基本上控制了整個村子。雖然這個村子裡活人只有我們5個，但憑借完善的防禦和準備，我們算是擁有了一個小小的幸存者聚集地。氣溫是在一夜開始回升的，冰雪在一夜間就開始融化，那些原先凍住的喪屍開始解凍了，他們活動了起來。雖然我們早早就把他們運到了村外面的山頭上，但是他們的速度也隨着氣溫回升正在增強。還好我們早有準備。陳勇暫且住到了瞭望塔，他發現喪屍靠近，就用複合弓或者獵槍解決。加上村口的路障很結實，一般的衝擊根本撞不開。我們開闢了一塊溫室，用塑料布和鋼筋搭建，這裡面成了小雨的種植區。它的異能越來越強了，不僅能讓植物在低溫生長，而且還能提高產量。我們一家人現在每天都能吃到新鮮的蔬菜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幾乎要習慣這樣的生活了。官方救援隊來不來，
我好像都不在意了。每天我們有固定的工作，巡邏、維護設備、照顧食物、訓練自己的異能。我甚至有點恍惚，覺得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只有我們一家人？直到那天下午，無人機預警響起，不是喪屍，是好幾輛車從村口的大路方向駛過來。有人來了！小雨在瞭望塔上喊。我們5個人進入警戒狀態，老爸和陳勇拿起武器，我和老媽隨時準備支援。這個車隊不小，大概有10輛車，前面是5輛軍用越野車一字排開路，3輛裝甲運兵車緊隨其後，最後還有2輛醫療車，車子上塗着醒目的標誌，官方應急救援。車門打開，穿着防護服的士兵跳下來，動作专業迅速。他們檢查了路障，領頭的人拿起擴音器，里面的人听着，這裡是國家第3救援隊，村裡面是否有幸存者？我們是來提供援助的。國家救援隊，我皺了皺眉頭，距離上次听官方救援队已經過去很久了。他們現在來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疑惑道。可能是真的。陳勇說，看裝備和紀律，像是正规軍。老爸卻很警惕，萬一是偽裝的呢？這末日裡穿軍裝的，可不都是好人？過了一會兒，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走下車，他摘下了頭盔，是個40多歲的中年男人，面容剛毅。幸存者朋友們，你們是否還活着？請不要害怕，我們是国家派来的救援队，這裡有食物、藥品、醫療援助，如果你們需要幫忙，請出來見面。他的聲音很誠懇，這讓我們全家都陷入了糾結，到底出不出去，要不要和他們交涉？猶豫了3分鐘，老爸做出決定，我出去看看，陈勇你掩護我，其他人都留在後面，見機行事。老爸將我們自制的防彈衣穿在寬厚的羽絨服裡面，对讲机別在腰上，方便我們知道和對方交涉的內容。他拿着獵槍，槍口朝下，表示沒有敵意。他走出掩體，朝着救援隊走去。那名軍官看到有人出來，明顯鬆了一口氣。你好，我是救援隊長張小明，你們有多少人？情況怎麼樣？老爸沒有回答，他保持着安全距離。我們情況很穩定，你們怎麼證明自己的身份？張小明點了點頭，從懷裡掏出一個證件，放在地上推給老爸，然後退後幾步。老爸彎腰撿起證件。我們從北邊過來的，沿途救了7個幸存者，類似的據點都和你們差不多。根據衛星傳回來的圖像，發現你們這兒有人活動的跡象，所以過來看看。他指了指身後的醫療車，這裡有醫生護士，可以做基本檢查，還有疫苗。疫苗？老爸頓了頓問道。什麼疫苗？告訴你們個好消息，針對喪屍病毒的實驗性疫苗已經研究成功了。雖然現在不能治癒感染者，但是可以防止未感染者被感染。聽到這話，在地洞裡的我們興奮的都要尖叫了。我緊緊地抓着手中的對講機，如果是真的話，那就太好了。老爸仔細檢查了張小明的證件，又觀察着張小明的手下，這幫人站姿、裝備哪個都不像是假冒的。請你們理解，我需要和家裡人商量一下。當然，我們在這兒等，但請盡快，我們還要趕去下一個地點。張小明點了點頭，他非常理解我們的謹慎。老爸退回地洞後，和我們說明了情況，詳盡描述了證件上的各種細節。證件肯定是真的，軍銜和編號對得上，應該是正規的救援隊。剛才他們說的疫苗是真的嗎？如果有疫苗，咱們就多一層保障啊！我媽心裡關切着疫苗。老爸，你有沒有問他們會不會強制帶我們走，把咱們帶去避難所？小雨有些擔心。這個我沒有問，我出去再問一下。老爸再次走出地洞，看向張小明。我問一下張隊長，如果接受你們的援助，要跟你們走嗎？張小明搖了搖頭。不一定，我們有2條路，一是帶你們去北方避難所，那裡更安全，路程遙遠；第二是留下基礎援助，定期回訪，你們可以自己選擇。這個回答讓我們放心了不少。老爸回來後，我們短暫商議，我們決定接受援助，但暫時先不離開村子。我們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幾個月了，這裡對我們來說熟悉也安全。張小明表示很理解。救援隊進了村，但沒有進入我們的地洞。醫生給我們每個人都做了檢查，還打了疫苗，留下了幾箱物資，裡面是壓縮食品、藥品、電池，還有幾台衛星電話。衛星電話可以聯繫到我們，頻率都調好了，有緊急情況隨時呼叫。他還給了我們一張地圖，上面標明了幾個最近的救援點和一個中型避難所的位置。如果你們改變主意了，或者這裡也發生了特殊情況，一旦不安全，就往這些地方撤離。救援隊只待了2個小時就離開了，他們要趕往下一個地點，時間緊迫。看着車隊遠去，我心情有點複雜。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也變成了可怕的樣子？老媽看着我，一臉愁容，輕聲安慰道：至少我們知道，我們不是孤軍奮戰啊。老爸點點頭。你看，氣溫回溫了，說明春天要來了，冬天已經過去了。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好好活着。我們在村子裡已經建成了一個小型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區域，我們各自的能力都得到了發揮。雖說沒有選擇立刻前往避難所，
但是有我们5個人站在一起，便已經能看到希望在萌芽。我看向遠方，相信世界在慢慢變好，我們也會越來越好的。